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7.8，收盘价是217.6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1.29。最低价是在214.52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506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1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变小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那目前我们会看到 KD 值的这个值已经开始钝化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十字线。十字线我们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通常十字线如果出现在高档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如果是出现在低档，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目前这个十字线是它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到相对高的位置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，所以这样一来，这根十字线它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就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一根上涨行进中休息的一根 K 线，因为它呈现的是量缩如果出现十字线在这个地方抱有大的成交量呢，那通常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但是如果呈现的是量缩，那它有可能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日后呢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那所以在6月5日生成的这根十字线，它是一根选择方向的 K 线，也就是说两个可能，一个是继续上涨，一个是回档。那它的标志就是说，日后的这根 K 线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十字线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这样的一根十字线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如果日后的一根 K 线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十字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呢将会出现回档。那这样的十字线就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，也就是从 K 线信息解读呢，给出了目前股价走势的一个不确定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上涨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220附近，另外一个点位收盘价会在215附近。然后第二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12附近。实际在6月5日收盘价是在217.61，出现了上涨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呢成交量缩，
所以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因此呢，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6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上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这条水平线，是2月16日这根 K 线最高是217.65。那目前这根十字线的收盘价是217.61，依然没有站上这个目标。所以说，股价如果上行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还是要收盘价站上这个点位，因为只有站上这个，目前啊，我们会看已经出现新的高点，我们是相对于2月16日来说的，但是只是一个突破，但是真突破必须有一个收盘价站上这根 K 线最高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217.65依然是股价上行的一个目标。那我们说，只有站上它，才能继续自1月6日以来这根 K 线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第二个目标，上边的这个水平线是238，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上方的缺口，那我们取缺口的下沿是257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延伸说，目前这个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17.65，然后继续上行，那如果再能回补上方的缺口，对，那我们说股价接下来上方的目标就是314。314呢是2022年8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目前我们其实看股价的位置是在自2022年9月20日或者9月21日这根 K 线最高也是在314附近。自这个交易日以来的下跌，目前股价的位置是在这一波下跌的50%的成本线这个位置。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，它是一个强压力。如果股价不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冲高，然后呢，出现回档。对，我们说的冲高指的是最高价会高于这个点，但是收盘价呢依然收在217.65的下方。对。那这样一来，遇到压力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当然，我们又要来回说了，就是如果能够站上这个点呢，那它的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的目标一定是314。对，之间的这个缺口和238都是压力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目前股价如果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195。195呢，是我们看到是5月31日这根 K 线出现的回档，然后再上涨的一个齐涨 K 线的最低。所以195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195呢，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，前一期视频我们在周 K 线图当中做了一些分析，我们继续来看。那195我们会看到是前一周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标了一个水平线，红色水平线是作为观察位的。那当周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是在这个位置附近，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，那
195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叫做强支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回到日 K 线图。那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当然，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，会有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作为支撑。然后195之后，接下来的一个目标是178，然后还有一个目标是164。当然，最终的目标，如果股价在这个位置出现回档下行，它的最终的目标是要跌破152。跌破152就是要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6月6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观察位，就是我们要依然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13附近，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13。好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同时它距离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是比较接近的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说只要股价收盘价不跌破这个位置，或者一旦在盘中出现回档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支撑住股价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。好，或者我们说是继续上涨。那我们要关注213，同时还有一个点位就是关注这根十字线的最高是221附近。那股价如果能够突破221呢，那后续股价会出现一个继续的上涨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多头的仓位，已经是有30%的持仓了。对，那我们来描述一下，是从5月26日收盘价建仓，但是呢是在5月30日盘前200附近有5%的建仓，然后在5月30日的收盘价又有5%的加仓，他们的成本位是在200到201之间。这样在当日是有10%。接下来是在5月31日有5%的加仓，是在204附近。然后在6月1日收盘价210有5%的加仓，然后在6月2日的收盘价213附近或者214附近有10%的加仓。如果在收盘的地方没有进场的话，应该可能在6月5日的盘前，在218附近会有10%的加仓。那这样的一个持续加仓做多的仓位，目前的成本价应该是在208.5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是30%的持仓。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在6月5日的盘中，我们给出的获利位置是在220到225之间。所以在盘中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目前还是持有的。那在6月6日的收盘价这个地方，虽然收盘价站上了前高，但是呈现的是量缩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位置是没有技术上的进场建议的。那到了6月6日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继续持有这个仓位，
目前是一个获利的仓位，那么我们给出的叫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我们守213，或者我们可以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14附近。对，这是对这样一个仓位的停利。那这样仓位的一个停利呢，因为已经是盈利，那我们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还要给一个止损，止损位我们可以守195，就是说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没有停利出场，想继续持有，那一旦股价跌破了195，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是必须要止损出场的。好，这是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我们想再强调一下，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视讯给出的所有的多头的操作建议啊，最终都是被止损出场的。我们只给出止损出场位，也就是要遵守止损的纪律，但是盈利呢，需要如果有按照这样的技术上的操作，盈利是需要个人去把握的。例如在目前的这个仓位，在盘中220是可以获利的。那在目前的收盘价是217.61，那我现在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盘后的价格是216.865。那如果个人判断，现在 KD 值已经钝化，已经到高位，开口呢出现了合拢，快线向水平方向转折，然后呢，目前MACD 呢现在快线已经高于这个绿柱，那这样一来呢，可以就是说也有的仓位呢可以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就即可获利出场，但是获利出场我们不给这样的建议，对，但是我们要给出对于这样的仓位的止损的建议或者停利的建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我们这个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和建议的一个说明。不然如果一直听这个视频的话，会发现所有的做多的仓位最后都没有盈利，都是被止损出场的。对，不是这样的。就是停利盈利或者停利随时都是可以进行的，依据个人的情况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做多的这样的一个仓位。那么我们在这个6月5日，也就是说前一期视频我们说在6月2日收盘价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5%，就是初次建仓也是可以进场的。因为我们描述的整个这个多头的操作过程当中，每一次加仓实际上都是初次建仓的进场点，所以如果在6月2日收盘214附近有5%建仓，或者没来得及进入，是在6月5日盘前在218附近建仓，对，那在盘中220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是依然持有的。那对于刚进场的这5%的仓位，那它的止损位应该守这根十字线的最低是在214.5这个位置。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如果跌破了前低，是要即刻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操作的建议和规律的描述，在技术上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在6月6日开盘之后
一定会有空头的进场加仓。如果是一个低开盘，更会有空头的进场加仓。那么他们的目标位就是195。那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20到225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空头的仓位。第二个空头的仓位，如果股价开盘之后是上涨，那到了221前高这个位置，到上方的225，在这个区域同样也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这根十字线的最低是在214这个位置。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的237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好，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的话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的点赞按钮帮助点赞，然后呢来帮助推广我们这个频道，谢谢大家。好，6月6日我们看看它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依然是这个217.65，或者我们取整数218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前高是221到225之间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38，是这条水平线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211到213，我们把它和前低合并，那就是从211一直到214.5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00关口附近。第三个支撑就是195这条水平线。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呢，是在186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呢是2个方向，也就是说股价会出现上涨或者是回档，也就是突破这根十字线的最高，或者是跌破它的最低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向上突破。如果是向上突破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7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上方最高会到达226，收盘会收在223.5附近。那如果出现向上突破，也就是上涨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上涨。另外一个方向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8。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1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1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上涨和回档。如果股价既不上涨也不回档呢，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
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23，也就是会出现新高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1附近，也就是收在前低的下方一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